今天我们来聊聊2014年震惊全球的马航370航班失踪事件。11年过去了，这起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似乎终于要迎来破解的一天。最新的线索与调查显示，当年挟持客机造成239人集体消失的劫机者，很可能就是机上其中一人，而且我们几乎可以锁定他的身份。这究竟是怎样匪夷所思的阴谋？马航370航班到底经历了什么离奇遭遇？让我们一起深入这段悬案的始末，抽丝剥茧，寻找真相。2014年3月8日凌晨0时42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马航370航班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预定飞往北京。机上共有239人，包括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乘客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机上有商务旅客，出游的家庭也有儿童同行，年龄最小的乘客还不到2岁。所有人原本期待着正常的一次旅程，却不料命运在这天凌晨悄然改写。就在飞机升空大约40分钟后，一切如梦魇般突然降临。凌晨1时20分左右，当班机进入越南空管区域时，它从雷达荧幕上凭空消失，再也没有抵达目的地。马航370就此从人间蒸发，开启了现代航空史上最神秘莫测的一桩失踪案。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各方对情况一无所知。飞机失联的消息最先由越南方面传出，由于是在越南与马来西亚交接的空域断讯，开始时人们以为客机可能发生事故坠毁在南海或泰国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国立刻调动舰船与飞机，在海上连夜搜寻可能的残骸。然而搜索了一整天，海面上却毫无发现，既没有看到油污漂浮，也没有找到任何机体碎片。失联第2天，马来西亚方面才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情报。军方雷达显示， MH370 在与民航管制失去联系后，并没有立刻坠毁于航线附近海域，而是折返了马来半岛。这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原来，在民航雷达讯号中断后，马来西亚军用雷达曾追踪到一个不明飞行物折返吉隆坡方向，飞越马来半岛上空，再转向西北，沿着马六甲海峡飞行，最后在马来西亚西北外海从雷达范围消失。军方推测，那极可能就是失踪的马航370客机。换言之，飞机偏离原定航道并不是什么意外迷航，而是有人刻意关闭了飞机的应答机，使它从民航雷达上隐形，然后驾机掉头朝相反方向飞行。如此惊人的大回转，绝非机械故障所能导致，而是有人为的精心操控。那么，是谁在掌控这架客机？飞机又要被带往何处？马航370离奇折返的消息传开后，各种目击报告和传闻也满天飞。有人说，马来西亚东海岸的渔民看到空中有一道耀眼的光芒坠入海面，也有人谣传在泰国湾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然而这些报告真伪难辨，一时间资讯极为混乱，甚至有美国媒体异想天开地讨论起会不会是被黑洞吞噬这样荒诞的可能。可见当时情势之扑朔迷离。就在各国仍在南海错误海域摸索时，马尔地夫的一则消息又添新疑云。一座偏远小岛的居民报告，3月8日清晨曾看到一架大型客机以异常低的高度轰鸣飞过，机身涂装酷似马航，这让人猜想马航370是否绕到南印度洋北部，甚至试图前往美军位于印度洋中的迪亚哥加西亚基地。然而，马来西亚和美国官方随即否认了这些说法。美军基地方面表示，当晚没有任何不明飞机闯入领空，而马尔地夫居民所见，经调查极可能只是当地的岛际航班飞机。种种传言虽然没有实质证据，但反映出事件初期人们多么渴望线索，哪怕再离奇的说法，都有人宁可信其有。真正为破解航迹带来转机的，是一项划时代的卫星分析。事实上，马航370虽与地面控制台失去联系，但机上的卫星通讯终端仍每隔1小时自动向一颗英国 Inmarsat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商用卫星发出握手信号。英国的工程师们利用这些若隐若现的电子回波，计算出了飞机当时可能的飞行路径。数据显示，在折返并飞越马来半岛后，马航370并未降落马来西亚或周边国家，
而是持续飞行了约6个小时之久。最后一次来自马航370航班的自动握手信号出现在当天早上8点19分。更惊人的是，飞机最后竟一路向南，飞入了一望无际的南印度洋深处。当这项分析结果于3月15日被正式公布时，许多人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飞机没有飞向人口稠密的陆地，而是跑到地球最荒凉的海域自我毁灭。然而，经过严谨的多普勒平移计算，这正是唯一合理的推论。卫星专家甚至模拟了各种路径与频率漂移对比，最终得出结论：马航370不可能飞往北方，只有南下印度洋才符合所有参数。这意味着机上人员在失联后度过了漫长而绝望的数小时飞行，最终坠落在澳洲以西2000多公里处的茫茫大海。澳大利亚总理听取汇报后也震惊地表示，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我们必须投入史无前例的努力。全球搜寻的焦点被迫迅速转移，从亚洲大陆边缘的浅海转向地球上最偏僻辽阔的南印度洋。那里远离人烟，海况险恶，平均海深超过3000公尺，相当于倒扣一座喜马拉雅山。还没露出水面，要在如此浩瀚深邃的洋底寻找一架飞机残骸，无异于大海捞针。然而，人类并没有放弃希望。3月下旬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国际搜救行动在南印度洋展开。澳大利亚接过了协调领导责任，调动多艘专业搜救船和军舰前往可能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也派出舰艇和飞机支援。空中有 P-8、海神、巡逻机等先进机型来回侦察海面，海上救援船队在狂风巨浪中交叉巡弋，水下拖曳声纳和自主潜航器日夜不停地扫描海底地形，卫星也不断从高空俯瞰，曾多次拍到疑似漂浮物的照片，令搜救人员赶赴那些坐标一探究竟。然而一次次希望换来的却是失望，海面上漂浮的只是杂物垃圾，海底广袤无垠，搜救船只穿梭数月，仍未寻获任何失事踪迹。到了4月上旬，一度传来振奋的消息，搜寻船在水下侦测到微弱的扣扣声响，频率与黑盒子的求救信号接近，大家无不为之精神一振，将水下声呐探测范围缩小到讯号来源附近，希望黑盒子就在那片海床。然而尽管自主潜航器在该区域往返扫描多日，依然一无所获。后来专家推测，当时接收到的声响可能来自潜艇设备或海洋生物，并非马航370的黑盒子。这场虚惊让人领悟，要在黑暗幽深的海底找到一个小小的飞行记录器，其难度不亚于太空探索。随着搜索行动一天天推进而进展有限，乘客家属们的希望也在一天天消磨，从怀抱期待到陷入绝望，这数月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煎熬。许多家属聚集在吉隆坡与北京等地，守着每日的新闻发布会，情绪在焦虑和悲痛中反复。有人哭干了眼泪，有人愤怒地质问航空公司和政府为什么找不到飞机，还有人不肯放弃任何一丝奇迹的可能性。每年的3月8日，全球各地的马航370家属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手捧亲人的照片，祈求真相大白。他们曾组成家属联盟，前往各国马来西亚大使馆请愿，希望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搜救。不少家属在镜头前悲切疾呼，不要让我们的亲人永远冰冷地沉在海底。这样的切肤之痛令世人动容，也更坚定了持续搜寻下去的决心。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根据最新卫星分析，马航370航班最终坠毁在南印度洋，无一人生还。这残酷结论令在场的家属们崩溃大哭，不少人在会场失声痛骂，有人晕厥倒地，还有人愤怒摔碎水瓶以示抗议。终于，在事件发生1年多后，大海开始吐露真相。2015年7月，位于印度洋西侧的法属留尼旺岛上传来消息，一位环境清洁工在清晨打扫海滩时，发现了一块奇怪的大型残片。它长约2公尺，覆满藤壶和海藻，显然在海中漂浮了相当长的时间。专家赶到现场鉴定后确认，这是一架波音777客机的金复翼残骸。更重要的是，
残骸内部的序号与马航370所使用的飞机序号相符，这是第一次有铁证实物证明马航370确实在印度洋坠毁。消息传来，遇难者家属悲喜交集，悲的是亲人罹难几成定局，喜的是终于看到了实物线索，至少不再像先前那样完全空无依据。这块金复翼残骸终结了，飞机被秘密劫持藏匿之类的阴谋论，证明航班的确葬身海底。各国海洋学家随后根据这块金复翼在1年的漂流距离，反推飞机坠毁的位置可能位于南纬30度上下的印度洋海域，这与先前卫星数据绘制的搜寻区域大体吻合。留尼旺的发现成了突破口，此后几年内又陆续有20多块疑似马航370的残骸在印度洋沿岸被找到，其中至少7块经比对确认来自马航370。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南非，从非洲东岸到印度洋岛国，都有海滩上发现飞机碎片的报道。有的残骸是当地渔民捞起的，有的是游客散步时偶然拾获。其中一位名叫布莱恩·吉布森的美国律师，更是不远万里亲赴多个国家海岸寻找马航370下落，结果接连找到了机翼、平衡翼等重要残片，令人称奇。他发现的一块残片上甚至清晰可见 "No Step" 字样。吉布森因此声名大噪，但也有人质疑他的发现过于幸运，甚至对他发出死亡威胁，警告他别再多管闲事。可见马航370事件所牵动的情绪和阴谋论何等复杂。随着残骸一块块现身，专家也尝试从中拼凑飞机坠海时的情形。例如，留尼旺的金复翼断裂边缘相对完整，有分析认为这暗示金复翼当时处于放下状态，也就是飞机可能尝试低速平稳入水，机长最后企图让飞机保持完整沉没海中。但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专家指出，残骸破裂方式更像高速撞击，没有受控迫降的迹象。这些细节争论目前仍无法定论，唯有等将来打捞出主体残骸后才能最终厘清。截至2017年1月，在耗资数亿美元扫描了约12万平方公里海底后，国际联合搜寻依然一无所获，搜救行动被迫暂时终止。2018年7月，马来西亚官方公布了马航370的最终调查报告。遗憾的是，这份长达数百页的报告并没有给出事件的确切原因。调查团队坦言，他们无法在未找到飞行记录仪的情况下确定飞机失踪的真正原因，在没有黑盒子数据支持下，一切只能停留在推测。不过，报告明确提到了一点，飞机的通信系统曾被人为关闭，飞行路径也遭到蓄意改变，也就是说，马航370极可能遭遇了第三方的非法干预。尽管报告没有指明幕后黑手是谁，但这等于暗示这起空难并非自然事故，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祸。报告同时列出了对机上所有人员的背景调查结果，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机长与副机长均无财务或精神问题记录，乘客名单中也没有可疑人士。最初曾引人侧目的2名持被盗护照登机的伊朗籍青年，经国际刑警组织核查，只是为偷渡前往欧洲的寻常偷渡客，与恐怖活动无任何联系。总体而言，调查没有锁定任何一位乘客或机组成员具有作案动机，没有明确的肇事者，谣言和阴谋论便纷纷出笼。在民间讨论中，一些耸人听闻的剧本屡屡见诸媒体，有观点怀疑整起事件牵涉大国黑幕。例如，一位法国调查记者提出，美军可能为防止某种敏感电子设备落入中国，不惜在当晚派遣战机拦截并击落了马航370，然后隐瞒真相。该说法认为，马航370货舱中载有美国禁止出口的尖端科技装备，美方侦知后要求客机折返，机长被迫掉头，但最终仍遭毁灭。另一种阴谋论则直指俄罗斯特工，认为他们为转移当时对克里米亚危机的注意力而劫持马航370北飞至哈萨克的某处秘密机场降落，甚至伪造了卫星数据，误导各国去印度洋搜寻。这些剧情虽然跌宕起伏，但遗憾的是，皆缺乏实锤证据支持，没有卫星或雷达数据能证明有军机拦截，更没有任何国家侦测到马航370降落他处。一些阴谋论更声称飞机遭外星人掳走或飞入平行时空，如此荒诞的说法更是无从证伪，却也毫无根据。事实上，
至今没有任何恐怖组织出面宣称对马航370事件负责，也没有发现涉及国家行动的明确线索。以上种种更像是人们面对空前谜团时的脑补猜想而已。也有人试图用技术故障来解释这一切，例如一位资深机师提出电气火灾导致缺氧的假设，假定驾驶舱电线走火产生浓烟，机组人员为防止火势扩大而关闭了一些电系统，同时立刻折返最近的机场。然而浓烟很快让机师昏迷，飞机则无人操控地一直飞往南方，直到燃油耗尽坠毁。这种剧本表面上解释了为何飞机折返失联，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漏洞百出。首先，马航370在折返时明明路过了最近的槟城和兰卡威机场，为什么没有尝试迫降？其次，如果机师失去意识，乘客本可利用氧气面罩支撑数分钟，甚至透过卫星电话求救，但事发后毫无任何求救讯号。再者，飞机在长达6小时的飞行中还数次改变高度和航向，看起来更像是有人在刻意操控，而非自动驾驶飘航。因此，这种纯属意外的理论难以自圆其说。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唯有一个解释最符合所有现象，那就是有人为因素使马航370变成了一架幽灵飞机。没错，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劫机者其实就在驾驶舱内。当我们剔除所有不可能的情境后，剩下的即使再不可思议，也必然就是真相。飞机并未遭遇可致命的突发故障，也没有外部恐怖分子强行介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内部有人蓄意而为，而驾驶舱里当时只有2个人，机长扎哈里和副机长法里克。最后，与地面联系的晚安马来西亚370广播，据推测由副驾驶所述。在1点21分，飞机的应答机信号消失。此前在1点07分，飞机的 ACARS 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数据传输就已中断，显示系统是遭人为手动关闭。值得注意的是， ACARS 系统并非一个普通开关，它位于驾驶舱地板下方的电子设备舱，需有人爬下去手动拉开相关断路器才能使其停止工作。换言之，关闭 ACARS 绝非外行人所能为，这更加重了内部人为干预的嫌疑。这之后的所有异常操作，从关闭通讯、回转飞机到变换高度躲避雷达、长途飞行耗油，都不是普通乘客能完成的，只有深谙波音777客机飞行的专业人士才能做到。也就是说，不是机长就是副机长，其中一人将另一人制服或排除在操纵之外，劫持了这架飞机。那么谁的嫌疑更大呢？调查发现，27岁的副机长法里克当时正处于飞行职涯的上升期，这次航班本是他完成777机型的转机长训练最后一步。他家境良好，据亲友表示性格开朗，正准备和女友订婚，人生似乎充满希望。在此前的飞行生涯中，他也没有任何不良记录，这样的人生状态实在看不出有策动自杀式劫机的理由。反观53岁的机长扎哈里，虽然资历深厚，是马航的王牌教官，但他的个人生活中透出一些不寻常的阴影。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航班失联前夕，扎哈里的妻子带着孩子突然搬离了他们在雪兰莪州的住所，疑似与他分居，显示家庭关系出现裂痕。而在事发后不久，外媒也爆出扎哈里不为人知的一面。他曾沉迷于在社群网络上关注2位年轻的华裔双胞胎姐妹花，短时间内给他们发出了将近90多条留言，甚至在女孩的泳装照下露骨评论。对一位有家室的资深机师而言，这种行为无疑有失体面。随着这些爆料传开，他原本敬业顾家的良好形象大为受损，人们不禁开始怀疑，在光鲜的外表背后，这位老机长的心理世界是否早已出现了某些失衡。值得一提的是，扎哈里平日非常热爱飞行，家里甚至自费安装了一套波音777客机的模拟飞行器，供他玩赏练习。他在马航任职超过30年，总飞行时数高达18000小时，是飞行技术一流的老飞行员。也正因如此，如果连他都可能策划如此极端的劫机行动，那么外人更难提前察觉防范。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线索来自他的飞行模拟器。警方在搜查扎哈里的私人电脑时，
意外发现模拟飞行软体中存有一条飞往南印度洋的异常航线记录。匿名知情者透露，这份模拟数据显示，扎哈里曾练习驾机飞向印度洋中一处偏僻海域，模拟在燃油耗尽的状态下让飞机坠入海中。他还预先输入了多个印度洋岛屿机场的跑道坐标，包括马尔蒂夫、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地的机场。这些跑道都短小偏远且周围环海。如此异常的模拟记录几乎就是对劫机计划的预演。虽然单凭模拟器数据不足以下定论，但他强烈暗示扎哈里可能早有预谋，策划了一场举世震惊的末日式自杀屠杀。他打算将飞机引向人迹罕至之地，在保持机体完整的情况下杀死所有人，并让残骸沉入大海，从而令这个空难成为永难破解的谜团。这样的推断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放眼全球航空史，其实并非没有潜力。在马航370之前，也曾发生过多起飞行员蓄意使客机坠毁的悲剧事件。1999年，一架埃及航空99号班机从纽约坠入大西洋，调查显示副机长有自杀动机嫌疑，机上200多人无一生还。1997年，印尼的丝绸航空185号班机在争议声中被认为是机长故意俯冲河中而造成的空难。2013年，非洲莫桑比克航空47号班机的机长也被证实在驾驶舱内锁门后故意让飞机坠毁。而就在马航370失联不久的2015年，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班机的年轻副驾驶同样将机长锁在舱外，随后操纵飞机撞向阿尔卑斯山，自我了断的同时带走了150条无辜生命。这些前例警示我们，飞行员走上极端确实可能发生。然而马航370事件更加离奇之处在于，肇事者显得异常冷静隐忍，精心策划了航线和时间，试图让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而不是立刻撞毁引人注意。这表明如果真是机长所为，他的动机恐怕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带有某种报复或自我象征的意味。如此骇人听闻的劫机计划让世人不禁要问，扎哈里机长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关于他的动机，至今仍众说纷纭。一种猜测与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局势有关。就在航班起飞前几个小时，他所支持的反对党领袖安瓦尔因击奸案在法院被判刑入狱。扎哈里可能因此对政府极度失望，情绪激动下做出疯狂举动。另一种说法指出他婚姻破裂，生活失意，早有厌世轻生的念头，企图以一场轰动世界的事件作为人生的谢幕。也有人怀疑他患上了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导致判断失常。当然，以上都只是推测而已，真正的答案也许只有扎哈里本人最清楚。未来如果马航370的黑盒子能够重见天日，我们或许可以从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中窥见一二，比如当时驾驶舱内是否发生过机组人员的冲突，或者有无他人闯入的声响。但在那之前，一切动机依然成谜。好消息是，希望之火尚未熄灭。2023年，在马航370失踪10周年之际，马来西亚政府同意考虑由美国海底探测公司海洋无限 Ocean Infinity 展开新一轮的深海搜索。这家公司曾在2018年参与过搜寻，这次他们提出了更新颖的勘探技术和激励方案，采取无发现不收费的原则。如果最终未找到残骸，马国无需支付费用，但一旦发现残骸，政府将支付高达7000万美元的酬金。2023年12月，马来西亚内阁以原则上批准了相关协议，新搜索预计在2024年启动，将重点扫描约15000平方公里的海域。更令人振奋的是，据传在2025年年初，新搜寻行动开始仅2周后，探测船上就传出发现疑似大型残骸的消息，该船随即返航新加坡补给。外界推测，他们可能已在目标区域的海底声呐图像中捕捉到了马航370的主体残骸。虽然官方尚未证实这一传闻，但许多人相信，这架神秘失踪客机的大致位置已经浮出水面。如果属实，那么接下来势必展开打捞行动，将残骸和黑盒子带回人间。一旦飞行记录器、黑盒子能够打捞出水并成功解读，马航370失踪之谜就将真正水落石出。我们将可以知道飞机最后几个小时的精确航迹，
以及驾驶舱内发生的种种细节。事实上，有潜力表明多年后找回黑盒子依然可以还原真相。2009年的法国航空447号班机坠毁大西洋，经过2年艰苦搜寻，才在深海中找到残骸并捞起黑盒子，结果依然成功读出了数据，确定是飞行员操作失误导致的空难。因此，即使马航370的黑盒子在海底浸泡10年，内部记忆体仍有机会保存完好。专家预计，只要找到黑盒子并小心清理干燥，再连接专用设备，依然有望读出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重现马航370最后的时刻。那时候，所有的推测都将接受事实的检验。如果一切果如大多数分析所言，这场悲剧确系机长一手造成，黑盒子应能记录下他刻意为之的操控痕迹和意图。对罹难者的亲友而言，真相就是最好的告慰。多年来，他们在无解的痛苦中辗转，经历了从怀抱希望到失望再到麻木的漫长过程。有人宁愿相信亲人流落荒岛，或者奇迹生还，只因无法接受亲人音讯全无的残酷现实。但随着残骸陆续被找到，多数家属已不得不接受至亲罹难的事实。尽管如此，他们仍渴求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只有当真相大白，他们才能真正开始哀悼和愈合。如果最终证实是机长一人所为，固然令人震惊恼怒，但至少可以将愤怒与哀思有个明确的指向，而不再是无尽的悬念。如果结果出人意料，揭示出另有隐情，那也同样重要，意味着必须追究真正幕后黑手，并从制度上吸取教训。无论真相如何，只有直面它，逝者和生者才能真正安息。经此一役，全球民航业也在反思中做出了改变。一方面，各大航空公司开始更重视机师的心理状态筛查，定期评估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鼓励同事之间相互留意预警，并规定长程飞行时驾驶舱内必须随时保持2人以上，以防单人失控的情况。另一方面，航空监管机构加速推动飞机的实时追踪技术。国际民航组织要求，新型客机应配备全球航班追踪系统，能够每几分钟自动报告飞机位置。另有厂商研制出可在坠海时自动与机体分离并浮上水面的定位发报器，甚至可抛弃式飞行记录器。所有这些改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未来不会再有一架客机能像马航370一样凭空消失而无从查证。可以说，马航370的悲剧唤醒了整个行业的警觉。我们付出了惨痛代价，但也促成了航空安全的新变革。总而言之，马航370航班的故事是现实中令人唏嘘的一章。从最初离奇失踪到多年无解，再到如今真相渐渐浮现，它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如今，我们正站在等待了11年的答案即将揭晓的前夜，一块块散落的拼图碎片已经漂浮上岸，新一轮搜寻有望找到最后的缺失拼图。幕后黑手无论是谁，他都未能让这起罪行永远掩埋在海底。马航370航班的幽灵在黑暗的深海徘徊了这么多年，只为了等到世人替他说出沉默的控诉。当最终答案浮出水面的那一天，我们将铭记这场悲剧，为逝去的生命默哀，并汲取教训，让未来不再重蹈覆辙。我们相信正义终究不会缺席，马航370航班的故事将长久地留存在世人记忆中，成为人类航空史上既令人扼腕又发人深省的一刻。